中国陆军琅琊特种大队孤狼特警。小影。11年光阴跨过4000多个昼夜，他每天都会被噩梦惊醒。曾经的西伯利亚狼已没了往日的风采。孤狼 B 组第一突击手早在11年前子弹破空而出的瞬间就已经彻底消亡。我叫小庄，是个自由职业者。从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以后，我就这么混着。在我上大学以前的日子，好像不是这样的。那个时候，我在好像我还是个很勇敢的人。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，或者小庄身上出现的这类状态，在心理学创伤研究领域有着专门的概念，被称作创伤性时间扭曲。换个更加通俗形象的描述，就是时间性崩塌。属于他的时间钟表已经彻底停滞，牢牢定格在悲剧降临的那一瞬间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何11年来他活得混沌迷茫。戏剧导演毕业的大学生，却在剧组做一个无足轻重的副导演，整天浑浑噩噩，对待情感更是选择肆意放任自我，妄想依靠杂乱的生活掩盖心底的伤痛。他天真的以为4000多个昼夜能够磨平过往，还不断自我欺骗，很多往事已经模糊淡忘。可心理创伤如同埋藏在意识深处的鬼雷，你主观觉得它已经失效，不再具备威胁，只要一句熟悉的声响响起，就会拽回旧日记忆。发出这个声音的正是老炮。相隔整整11年的时光，只是一声简单的呼喊，小庄便立刻分辨出来人的身份，足以说明他口中的记不清了，从头到尾都只是自我蒙蔽的假象。凶人班长！老炮听见这道声响的一刹那，也被这无比熟悉的声音还有称呼震得僵在原地。两人四目遥遥相撞，脑海当中深深刻印下的那道背影，飞快和眼前的人重叠在一起。这绝非普通意义上的久别相见，而是那段被时光层层封存的人生片段，活生生重新出现在自己眼前。于是这两个意志如钢铁一般的男人，眼眶之中早已蓄满滚烫的泪水。我是一个被人称作自由职业者的文化流浪汉。我的班长是一个美工。班长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。你的头发怎么跟女人一样长啊？走，我请你吃饭啊！什么走啊？走吧。他和别人有共同点，就是在小部队的时候扛扛远路。说说你吧，你怎么不在部队了啊？现在弄成这样。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是说你怎么也应该干到1级军士长啊。从老炮流露出来的种种神态就能看得出来，他退伍藏着很多难以向外人诉说的隐情。前几年家里出了点事儿，然后去年就复原了。再来观察小庄当下的状态，满脸愕然，带着满心疑惑。他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察觉到老炮脸上一闪而过的异样神色，这是属于老牌侦察兵刻在骨子里的本能，能够精准捕捉战友情绪变化的敏锐直觉。老炮知道糊弄不过去，赶紧转移了话题。咱不说这个。这过去这么些年了，你也不知道回去看看我吗？大家可想你。老炮忽然提起的这个话题，好似一颗威力十足的重磅炸弹，直接炸开他心底那块被刻意封存11年的禁区。零碎的过往记忆随着冲击四处崩解，他耗费心力搭建起来的平静伪装，顷刻之间就化作一片残破的废墟。我是硬逼着自己不去想，但我还是忘不了。我忘不了爬过的每一道悬崖，走过的每一个村庄，踢过的每一个正路，打过的每一颗子弹。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兄弟在一起患难与共的那些日子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他。小庄承受过亲手了结小影这般毁灭性的重创之后，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支离破碎。那些过往再也不是已经落幕的回忆，而是带着刺骨的锋芒，一次次强行闯入现实。眼前的当下变得缥缈又虚妄，他如同隔了一层冰冷玻璃，旁观整个世界，而尚未抵达的未来早已被彻底斩断。留给他的只有无休止的轮回与望不到头的黑暗。没过多久，少胖子过来把小庄叫离了现场。
等小庄办完辞职事宜，再度折返，老炮早已不见半点踪迹。现场只遗留一张字条，还有一枚臂章。纵然老炮选择悄然离去，没有当面道别，可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久别相逢，让小庄阴差阳错摸到了自我救赎的出口。回到自己居住的地方，他翻找出那些长久封存、满载过往、点滴回忆的旧物件。我都命令我打死你！我们这个车号买来的，是敌人交出来的。纷乱的回忆不受阻拦的，一幕一幕朝他席卷而来。老炮的骤然现身，撬开了他死死封闭的记忆闸门，可转头又悄无声息地消失不见。这一刻，小庄心中积压着万千心绪，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。他的视线缓缓落到身旁的电脑之上，这便是他阴差阳错寻得的自我救赎之路。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，我不能忘却的军中回忆。只有在黑暗的夜里，他们还能陪伴。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，这条路就是把自身全部遭遇落笔写成小说。真正的自我疗愈从来不是强行遗忘伤痛，而是将过去、当下还有未来重新缝合在一起，让停滞已久的时间再度开始流转，让困在往事当中的自己得以迈步向前。诚然，依靠文字能够串联起过往与现实，可最难逾越的关卡却是如何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未来。